大家好，我是秋平。这2年我在南方自驾看了很多地质大院，有比较普通的，有富丽堂皇的，有几百年的，也有100来年的。我现在来到的是陕西榆林的米脂县，大家看一下，我是在一个通道里面，其实这就是一个地主大院。这个地主大院跟我们平时看的可能有点不一样，它说是地主大院，其实呢也可以说是窑洞，同时也可以说是军事城堡。现在我们去里面探索一下，因为很多东西啊，我是第一次看到。看一下陕北这些黄土高原、黄土大地上的地主大院，它的奢华程度到底在哪里？上面有很高的城墙，有点像城堡，或者说一个城楼。那么这个地主大院相当于就是军事防御和居住于一体的。这个地方有点像什么？像我们上城墙的马道一样的，它这里的性质其实是可以称为的，因为这个等于是镶嵌在大山里面，相当于是一个我们说的城墙的关口一样。可以看到这一块都是相当于天然的城墙一样的，所以呢，如果要进去的话，只有这条路是必经之路。你如果不开门的话，就等于像攻打城墙一样的。所以非常难进去啊！上面是大岳平帆，进入地主大院，这个算是必经之道。那把这个门一关闭，里面就变成一个独立空间。因为我旁边这里就是大概9米高的一个墙，全部是用石头堆砌而成的。在冷兵器时代，你进去要不攀登上去，要不就把这个木门、城门打破。但是都不太现实，很困难。我们现在进去看看，这样门就打开了，别有洞天吧。它这里呢，通道都是像这种暗道形式，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称呼，叫做甬道。进去之后，我们如果直接走呢，就是一堵墙，它是要转一个弯进去才能通过。那进去了之后，还不是核心的地方，还是属于它上中院的下院，就比较低一点的。到了核心还得往里面走，还必须通过这样的通道。也就是说，它主要是为了设计一个防御性的多重防御。你进入到或者说土匪打进来了，后面还有多重防御，就跟我们古代都城一样的，有外面的城墙，还有皇城的城墙，还有最里面的，它这里道理是一样的。确实。当时的这个地主财力非常雄厚啊，基本上看到的都是石头，还有青砖，木头看的很少。石头跟那个青砖，这个都是要大功夫、大财力才能去购买。从刚刚的入口那里，我们就能够想象到这个地主庄园的豪华，它也是被称为西北第1豪宅。那么这个地主庄园有几个特点，它里面的雕刻很精美，同时建设这个地主庄园的主人当时才11岁，按照正常来讲，11岁还在到处玩，他怎么能够成为富甲一方的大财主？说的简单一点，就是通过他的祖上、他的父亲传承下来的。他们这个家族能够发展起来，也是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。一开始相当于也是农户出身，后来有经商头脑，吃苦耐劳，贩卖牲口，收买土地，慢慢的致富发家，成为当时米脂县当地的顶级富户。那么后面继续发展，特别是这个小孩子的父亲一生精明能干，他这份家业呢越来越不得了。按照资料一些说法，当时他们每年冬天收租就粮食大概有8万余斤，托运一个冬天都运不完。财富积累到一定的时候，他们就想着要建立一个豪华的庄园，所以这个地主庄园就诞生了。大概总共是修建了16年，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窑洞地主大院。这个小孩子11岁的时候，这个庄园开始修建，到了18岁时，他父亲去世，他就自己承担下来。也就是说，在他18岁的时候，他就掌握了这个地主家里的财政大权，家里的全部事业。
这个地主大院非常庞大，设计也非常别致。你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还在上去的路上，这里是一个暗道一样。整体来讲，这个地主大院你可能看不到门，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军事城堡式的，就是以前他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，在战乱纷飞的年代，生怕土匪来抢他的财产，所以他就设计的比较隐蔽。你像这一块，一个坡度是有多方面的作用的，中间全部是砖，两侧是石头。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呢？首先，那个台阶就是供行人出行的，那些地主家里的人走下去或走上来。那中间这个就是属于马车路过的，就是拉东西、拉货物，从中间进出。那么还有一点呢，它这个中间低，两边稍微高一点，是属于排水用的。如果碰到下大雨，水呢就是从这个流下来，所以它这个设计非常巧妙。而这里呢，就是一些通过的道路，并且它这里相当于是一个拐了90度的大弯，从这里才能出去，然后到了外面又是转弯。这个起到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对防御是有很大的帮助。我们现在去里面看一下，外面那个窗户相当然就是防御性的，在这里能够观察到外面的情况。假如说有土匪攻打过来，那么他们就能在这里看得清清楚楚。这里就是井的地方，在这下面可以看到，现在还有很多管。我估计住在这个地主庄园里面的人，现在取水可能还是这个。那个以前水是没有那个抽水机或者压力棒，就是靠手摇的，现在还能活动。那旁边这有2个槽，是吧？子母槽，一大一小，那么就是当时储存水的，因为也要备用一些水嘛。那我们现在来摇一下，看到没有？以前就是靠这样摇上来，就是捆绑的东西，这个是非常大的。它这里呢有好几重院落，这个寨墙相当于还是属于外层。我们经常说看宫殿有内层跟外层之分，它这里就是这样的。过了这个寨墙，然后才进入到里面这个庄园的核心建筑。我们就这样看一看，而且它整个庄园呢也是根据这个山来建的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吧？这个是拴马的，好像是。因为它这里有很多马车，大福地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就是证明，在古代它这个地方出了文职官员，在古代只有文职的属于大福地，而武举人的是不一样的。他这个家族很厉害，出过文臣，也出过武举人，还有这种地主大院，它雕刻也非常精美。你像这2个是一个石豹骨，上面雕刻的什么东西呢？很精美吧？2龙戏珠，这个在古代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。而下面呢4个角，4只狮主守护着、拱卫着这个狮豹骨。像这个大门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雕刻，这个花应该是牡丹，然后这里还有一只狮子还是麒麟，相当于是瑞兽守卫大门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神仙吧，不知道传说中哪个神仙。所以说这些实力非常雄厚，雕工很精美啊，两边都有，所以就证明不是一般人。它这个属于地主大院，同时也是窑洞式的地主大院，都是一个个窑洞。那么当年这里应该是属于族长，就是地主老大的，他下面一个分支，就我们经常说的大儿子、小儿子。那么大儿子住在一个院落，2儿子、小儿子呢分别居住在一个院落，已经很破败了。这里很多杂物，从这边上去就进入到整个财主大院的核心的地方，上院和中院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通行，人和马车都可以过，设计非常巧妙。在这里还发现一个很巧妙也很奇特、很让人震撼的东西。你看顶部的这石头，
上面比较宽，然后垂落下来这个方向看的话比较尖，像刀片一样的。不知道他当时设计是不是故意这样的？打个比方说，很多土匪来，如果攻到这个院落，那就证明这个庄园可能要失守，是不是像我们说看一些盗墓一样的？他哪里弄一个机关，这些石头全部会掉落下来，阻挡那个土匪的前进。我感觉可能是不是有点这样的，要不然不会这些，你看全部是很尖的。整个这个大院排水系统其实比较先进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一个马车和排水的通道，然后这里也有，就是从其他方向也是排水到这里出来。尽管说陕北我们说少雨缺水，但是偶尔也会有大雨嘛，可能他们就是靠这些地方排出去的。看看这些石头高吧，那等于整个这个城堡就被这些巨大的条石城墙包围着，相当于这里就成一个城堡，一个古代我们说的一个城。整个这个姜氏庄园分为下院、中院、上院和寨墙。我们刚刚看的那个大夫地啊，可能就是下院，这里是中院。我们现在中院呢是看到没有？这个高是8米，长10米的寨墙，它相当于我们说的这个可能就是皇城啊。打个比方说，然后上面墙面是有很多那个马衰，可能当时这里有很多马，里面呢还有马厩，五脊六兽，就上面的，就跟我们在武当山看到金顶上面有很多瑞兽，可以看得非常清楚。走进去看一下，它这个还有通往后山的山洞，因为这个是防御性的，有暗门、暗道这些等等。写着五魁，纪念他们祖先呢，祖上有人中过武举人，一文一武，这个家族还是很昌盛的。我们刚刚在大夫地看到的那个石包骨非常精美，是2龙续珠。那这里是什么呢？是双狮捧面麒麟父子，也是非常精美的。只不过呢，有点被割掉、被破坏了。你看这个明显就是麒麟嘛，是很精美吧？非常可惜被破坏了，这些上面都被破坏了，非常可惜呀。进入这个大门，可以发现这里有一个隐蔽墙，它是叫做水磨青砖隐蔽月亮门，同时也叫旭日门，寓意是旭日普照，如日中天。隐蔽也称照壁，古称萧墙。那大家都知道了，这个是中国传统建筑中用于遮挡视线的墙壁。因为这里是一个四合院，如果大门打开，没有这个挡住，很多人就看到你院落有什么，有这个就可以挡住。而在这个上面呢，有一些比较精美的浮雕，它这里是属于琴棋书画，还有姜太公钓鱼，这都是非常精美的。包括上面这些屋脊也是非常精美，基本都是原版的。那这个地座大概160年，也算是保存下来了。上面属于是仿木结构的。我们经常说地下文物看陕西，因为很多古代陵墓嘛，地上文物看山西。但是你看，在陕北有这样一座精美的地座大院，这上面的屋脊应该是属于独角兽、蟹豸这些吧，因为看起来是有个角的，2个一样。过了隐蔽，就是我们说的相当于是中院。这个院落大概看看，就是旁边有很多房间。那这里的居住人是什么呢？就这2边的房间呢，主要就是那个账房和客人居住的地方，主人肯定还在里面深处的。账房就相当于我们的会计嘛。在这个侧边就是马厩，就是养马或者其他东西的。我们来看看给马给其他动物吃东西那个马槽啊，看看是什么样子的。当然这里呢精美吧，这个就是一块完整的大石头挖出来的。在中院的2侧就是厢房，我们刚才说了是他账房那些客人居住的，就是以前的房间。这上面的雕刻也是非常精美，它这里基本都有屋脊兽。
这感觉陕北的那个这些建筑啊，跟山西很相像，包括唐家大院上面也有很多乌脊兽。那关键这里啊有一个小门，别看不起眼，这里就是它张院秘密通道的一部分。这有2部分啊，这也是上去的，有一个通道连接，然后下面这里也是一样，下去可能能够通到我们刚才看的那个下院，有紧急事情的话可以连通的。它这个里面呢，上院就是属于那个窑洞四合院。这个是门楼，是砖木结构，上面也是有五魁的，就是证明住过武举人，表示主人的雄心壮志。我们看一下上院门口的这雕刻很精美，这里是什么？鹿奔松林，一只鹿在树林里面奔跑，很精美吧？这个都是100年历史了。在对面就是鹤立兽食，一只鹤，可能也是祝寿的意思吧。上院最里面就是一些大窑洞，当时他们地主家的主人还有家属就住在里面。尽管现在看起来这个夹在山沟里面的庄园规模算不上十分宏大，然而在150年、160年之前，都是靠纯手工，运输也是靠人力。建设这样的地主大院，其实也花了上百个能工巧匠10几年的时间。我们现在一般建个房子可能2、3年最多，而这里呢就不得了了，每年消耗粮食大概4万斤，工匠们吃盐1年要400、500斤。通过看这个地主大院，也能够想象得出当时他们的生活比较奢华，这个地主大院也是非常大气。这个差不多160年的地主大院就是这个样子。最后地主去哪里了？其实也是一样的，慢慢就衰败了，因为这里属于黄土高原，